为什么都叫艺术行动？环境艺术行动，因为这个是生态艺术很重要的一种状态。除了描述，除了沉浸，它其实还可以采取行动。它当然是可以做倡议的哦。那这个是世界的潮流，也是一个趋势哦。就在这个森林里面创作，我就在水库边创作，我就在农田旁边烧我的窑。曾文溪它的这个土石土沙孕育了整个嘉南平原的重要的构造的构成哈。台江内海这整个淤积的这些沙石呢哈，跟河口的这些沙洲呢哈，我们会觉得曾文溪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少整体性的被讨论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带。这个刚过世的哲学家拉图尔，他很重要的一个实验室就是亚马逊的森林跟它的这个河流所构成的这个流域的地表这个6公里到以下呢哈，整个万物聚集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区呢哈，从溪流来思考大地艺术季呢哈，流域是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因为这里是曾文溪的上游的一个小溪流，流到曾文溪。这不同的受尽的不同的周瑜，像受尽的话，它可以你只要加这个动物的名称就可以了。受尽通常叫忽悠，忽悠忽悠。怎么去描述这片竹林干掉或生病？在周瑜德玛钟生病。以前我们的耆老就说那个地方叫很多。我们就假设有牛奶绒吧，假设很多牛奶绒的地方，也没用的。安大哥住的地方叫拉巴纳，然后其实非常接近其中曾文溪上游的一个支流，就是伊斯基亚纳。伊斯基亚纳其实是雄鹰之地，就是说，周族的年轻人去打猎的时候，然后曾经在这附近看到，就是有一团白白的跟一团黄黄的东西在地上翻滚，然后有尘沙。后来跑过来去跟老人家问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说就是一只雄鹰在捕猎山羌。对，所以这边被命名这样。那我们跟着接下来走，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原本周族人他们所命名的地方比如说尼亚布奇纳这个。很多老鼠的地方，很多蛇的地方，920很多樟树的地方那么还有神打架的地方就是很多云雾变换、光线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地形所以有瘟疫的地方，有鬼有神这种地名的这样的一个命名呢对我们来讲太有趣了。那这些名字原本都有它的意义，即使在日本人的这个1915年的1/5000的地图上，应该也都没有。所以，我们一面走呢，就一面重新去问这些地名跟它的故事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龚老师，是这棵树是所谓的。鲜榨山苹果，鲜榨，对，很大颗，但是今年都没有结果。那它的果实水鹿超爱的。周族人的观念就是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所以我进到大自然的时候，必须要遵照它的规则。猎人他必须要先保护这个环境，他所打猎的环境。他进来的时候，他会模仿动物静悄悄的，那他才有机会。野猪，你看很长体的，你看很长体，所以它的每个体型都不一样。这个就很小，所以这个野猪就比较小，那比较。后来跟着猎人上山吃出更多之后，我才知道说，像安大哥就提到说，其实猎人从来不做保护动物的事情，或猎人不会特别保护特别的一个物种。因为就猎人来讲的话，其实所有的动物的存在，或是所有物种跟物种的关系，是它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平衡的状态。那猎人要做应该是保护这个环境，或者说维系这个环境，达到一个适合更多生物生长的状态。与其说他们在打猎，他们有更大的时间点在做山林观测，或者说在做某一些整理一些环境或领悟，这样希望某些状况或环境可以好一点。那个这边原本是很深的吗？这边原本没有，原本它是一个森林哦，森林盖上来，所以这边应该是土嘛，就是对，哦，对。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土石是上游溪流要一直往下切，冲刷下来的。那这个地方是整个从底下垮到山顶最山顶的部分，那会垮掉也是因为水脉的关系。那莫拉克那一年就是，那当时整个的森林就全部都滑下来之后，就把这边的溪谷都完全覆盖。林务局就开始做了这些坝，大水来的时候就会掏挖两边的土，它会造成更多的土石留在溪流里面，所以土石会一直累积这么多，每到冬天，整个溪流的水都渗到底下，完全干掉，所以一直到现在，溪流也不会有一些鱼虾。以前的溪流很多的深潭，深潭代表着会有一个很多的鱼虾聚集在里面。一个深潭对一个饲主他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自从有了政务水库之后，那整个溪流的生态完全改变。以鳗鱼来讲，它就没办法从下游回游到上游，碰到拦沙坝它根本上不去。政务水库上游盖了拦沙坝之后，那整个深潭都没有了。那就也不会有丰富的鱼虾供应鳗鱼或者是水獭去生活，所以水獭就这样消失了。我最后一次看到鳗鱼是大概在10几年前，那是最后一次。跟安大哥主要是跟爸叔出去，就是会习惯他们会带我们做一些东西，对，比如说像现在安大哥可能少了勺子或夹子，他就会临时马上做。那之前我们也有特别有一个活动，就是安大哥带着我们自己去制作自己的石器这样子。那第一次上来之后，记得我们晚上是在这边扎营，对，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动物。然后死掉，或者说背在我的身上、龚老师的身上，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一些它慢慢冷却的温度以及血液。
策展人陈冠章，他现在已经是第3个秋天了哈。我们做了这3年，那么他从这个达邦茶山啊，一直到大内到麻豆这边哈，杜拔这边，哦，他算过一个策展人138次，所以我们来回应该有80次以上的阿里山啊、达邦啊、茶山啊哈。那用各种的方法回去，然后跟猎人、跟这边的农民去建立关系哦。那这种方法比较不是现在一般性的策展的方法，因为它非常的耗费人力，而且它要改变策展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是从霞山，然后绕过去鸡子山，是没有绕，就是走到它的边边，走到它边边，然后再切下来，对，所以是从那里。对。那他是很有心要扎根在这个达邦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哈，那么去做教育训练以及重新翻译呢哈，即将要被遗忘的哈，整个这个达邦文化跟整个山林跟溪流的一个底蕴呢，发觉说这个猎人真的太特别了哈。那其实我记得刚到安大哥那边之后，他花了蛮多时间在给我们介绍家屋以及里面的摆设。那其实我们被这个传统的所谓周制屋所吸引到，他认为当一个传统屋它没有了温度，或它没有火，它意味着就是房子不会呼吸，它没有体温，它就是死掉的。所以他会常希望上来跟这个屋子对话，哪怕只是没有人住，他只是点个火，然后可能静静坐在那边看火在烧。然后，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前期猎人带路的过程里面，我们深受猎人跟动物、万物对话的能力，我觉得我们是很被吸引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一次一次的上来，反复的请他带着我们去走不同的林道、不同的河段，我们不是单一的一条线，就是一直在同样一个方法、一个议题在谈论猎人或谈论曾文溪。我们在熟悉这个法国的 Territoire Liquide 哈，就是这个流域的液态国土的这个摄影计划之后呢哈，我觉得摄影在方法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在这里面呢哈，比较大型，我们比较早在推出来的这个计划就是潜行摄影队的计划。那他们有足够的有2个秋天、2个春天的时间让他们去拍。去发展他们对曾文溪流域的不同的视野，甚至潜到水库的这个水中呢，去做水底的、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拍摄哈。那么有时间去跟年轻猎人走到山上去，那么展开另外一个猎人带路。应该在前面那一刻哦。大家对于曾文溪的上游是那样子的一个样态，我相信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清楚的。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先发展一个作品，叫做《雄鹰之眼》。我从上游的那个日野鹤桥那边开始往上游记录。那上游当然曾文溪到上游之后分成3条溪，就是伊斯基亚纳嘛，然后特富野溪，然后跟长谷川溪。
那我就是用空拍的方法，然后去拍了上千张的照片，然后最后把它拼装出来。啊，惨了！开始跟安大哥他们就是上山，然后龚老师这边带领我们上去，其实才知道说，哦，原来源头是东水山，就是它后来也因为88风灾的时候，它有一些崩塌，所以它有形成的大峭壁。我就开始不断的往山上跑，然后尽量去贴近这些源头，然后去拍摄。在我形塑这个图的过程，其实也等同是我自己徒步去踏查这个溪流，所以它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一些叠合在里面。我是台南人，那我们对于曾文溪的大部分认识，真的都是仅限于到曾文水库。那所以我变成说，在曾文水库以上，其实我寻找了很多的点去做记录。毕竟在山区空拍，它可能会有讯息的问题，它可能会有位置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要不断的想办法接近这一条溪，不断的去靠近它，不断的去观看什么位置，整个过程我都很战战兢兢，因为这样子一个大的量体，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文本，你生怕少叙述了什么或少记录了什么，基本上就是一直昂在那个状态。景宏，你飞上去看一下哦，它那个溪流切这个蓝沙坝，那这样我就整个就远远的飞过来，然后飞上去，从平的看，慢慢的往下看，可以看到这个水流是怎么绕过这个坝。安大哥他说他想把蓝沙坝所有的蓝沙坝都炸掉，可是对于我来说，我本身是水利工程师，我当然知道蓝沙坝的功能。其实，在我脑海里面就开始在想一件事情：难道蓝沙坝是所有的罪恶吗？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龚老师说，我决定要拍蓝沙坝。安大哥跟我说：“博弈，你应该去拍福山坝。福山坝已经被曾文溪切开来了。”然后像下这个老鼠溪营地，我都必须开最低的低速档，当然这个坡有够陡的。然后这边就是要下到溪谷了。大哥叫我来找蓝沙坝的时候，我走在这一条路上面往下看，我只看到蓝沙坝，但是它的缺口在这一侧，其实是看不到的。有一点蛮触目惊心的，就是溪流里面应该要有鱼，要有生态，可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水泥构筑的这个阶梯，然后这个阶梯上面其实水流小小的，你看不出它其实是一个溪流。我到了堤岸边就下到溪床，然后刚好那一年遇到台湾的那个100年大旱，我就在干掉的溪床走到那个曾文溪里面，我整个人站在曾文溪的这个溪水里面正中央，看着整个福山坝。看到那个坝的时候，我简直愣住，然后心里面觉得这居然是真的。而且它有够讽刺的，就是我们水利工程师想把它盖好的一个蓝沙坝，
它居然在水流的切割底下，不到10年的时间就开了一条缝，不晓得该说什么。这简直就是一个曾文溪制造出来的一个大峡谷。福山坝在溪谷当中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在原始台湾的山区的溪流，它的溪谷的形态应该是 V 字形。盖了拦沙坝以后，因为拦沙坝把沙石堵住了，所以整个溪谷就从 V 变成 U， 整个河谷就会变得很宽。它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河川在上面流动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深潮，所以有时候它可能会流向左边，流向右边。但是如果它流向了左边，左边是顺向坡，它冲击了顺向坡之后，这个坡就会被破坏，然后整个山壁就会垮下来。应该是让整个河川恢复到它原本河川的形态，就是它原本的河象。当初是因为避免水库被堵住，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水库已经有一些特殊的排沙的措施，所以我们应该回去反算，就是这个新的排沙的设施在上游到底还需不需要这些以前设计出来的拦沙坝？然后我就注意到拦沙坝上面许许多多，因为被水所切割出来之后，它所显露出来，当初在盖这个拦沙坝的时候，它那个水泥浇灌一层一层的这个工程痕迹。然后我开始不是在拍这个拦沙坝的本体，而是我在拍拦沙坝上面水流的痕迹。然后我总算看懂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东西是人跟自然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雕塑作品，它上面累积的人如何去建构这样子的一个拦沙坝去对抗这个自然。我尽量的去拍摄这一个石头是被切割出来的，所以最后我把它抽象化，黑白抽象化，然后我企图让它形成一个巨大的碑文。将这个拦沙坝分成了好几块去拍摄，所以最后他所得到的一个画面其实是超过6亿画素，所以他才能够非常细致的把这一个拦沙坝的石块上面的各种的这一个质感跟痕迹完全表露出来。我充分的感受到这一座拦沙坝就是一个碑文。这个碑文上面记录着人的愚蠢跟自然的伟大。现在平地的沙洲出海口的沙洲越来越小，是因为盖了曾文水库，上游又盖了拦沙坝。你看现在应该要出去的那些肥沃的土，全部被拦在曾文水库了，这就是造成曾文水库淤积的原因。那些土又被拦在上面了，那我们的沙洲当然会越来越小。水库是一定要盖，因为人需要水，我们的生活需要水，只是水库要盖在哪里，怎么做？大家可以思考，只是现阶段的水库的方法就是直接盖在河床。你真的要保护山林，就是按照它原来的样子去面对它，让它自己去富裕。因为很多的崩塌地，它自己会继续长草长树，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从今天的上游的这些渔猎采集者，到中游的农人，他们都越来越像是少数残存的，能够去观察这整个生态系统，并且能够去做出这种防护跟守卫的行动的少数人。所以整个艺术季是要把这一群人的观点把它提取出来。流域的上游跟中游，其实下游也有它的问题。
2021年，这个年初到年中呢，其实是台湾50年来的大旱。像我们看到后面的张景宏的这张照片呢，看起来像一条溪流呢，其实那个是曾文水库，它干旱的时候，剩下4%呢，原来的溪流的路径才呈现出来。这个嘉东角跟原来的被废弃、被水库掩埋的整个社区，跟600甲农地的这个遗址。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中间开始产生比较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张力。农民为什么会抢水？那农民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要去挖地下井，要抽水？那这个种种复杂的世界呢，刚开始我们是没办法进去的。最后这一年给我的这种冲击最大。